在佛教關於嫉妒有個專屬名詞叫不耐他容，簡單的說就是見不得別人好。這佛經裡也常說嫉妒就像是一把火，但這把火卻非常奇怪，它往往燒不到別人，反而會吞噬掉自己。今天這個故事的來源是英國傳奇僧人娜娜莫利翻譯撰寫的《佛陀的一生》，這裡面就記錄着一個人被嫉妒之火吞噬的故事。這個人的身份非常的特殊，他從小就跟佛陀釋迦牟尼一起長大，也曾經是佛陀僧团裡的核心成員。可是他因為嫉妒佛陀的威望，就一步步的變成了佛教史上最瘋狂的反派。他为了證明自己比佛陀更強，是策劃暗殺分裂僧團，甚至教唆太子弑父篡位，從而獲得權力來打壓佛陀。他就是釋迦牟尼的親堂弟提婆達多。那麼就讓我們看看這一顆小小的嫉妒種子是如何在一個人心裡瘋狂的生長，然後又是如何釀成悲劇的。這個故事要從釋迦牟尼成佛後說起，也就是他離開家鄉的6年後，當時已經頓悟成佛的釋迦牟尼以覺悟者的身份重新回到了家鄉，然後他就發現他的族人們依舊是非常的傲慢。佛陀為了度化族人，就當眾展示了神通，還給他們講法。這些釋迦族的年輕貴族們看到佛陀的本事這麼大，就都跟着他出家了。這其中就包括了釋迦族的王子提婆達多。在剛開始的時候，他也是非常努力的跟着佛陀學習佛法，畢竟是王族出身，自尊心比較強，就不想比別人差。他在僧团的幾年裡也修出了些真本事，但是他修的不是斷掉煩惱、看破生死的智慧，而是世間定，也就是我們俗稱的特異功能。在書上記載，他練成了8種神通，像是什麼飛天遁地啊，什麼變身術之類的。但是在佛教的體系裡，神通其實是最不值得炫耀的。即便是飞得高法術強，這煩惱要是斷不了，那也就只能是個凡夫俗子。所以提婆達多的心裡也是非常的痛苦，因為他周圍的能人實在是太多了。別說佛陀本人啊，就是舍利弗和目犍連這種非親非故的外來戶，也要比自己更受歡迎。所以他在僧团裡的地位啊，只能算是中上等，没有人對他頂禮膜拜，更沒有什麼特殊的待遇。每次看到有成千上萬的人聽佛陀講法的時候，心裡就特別的不是滋味兒。他就心想，這佛陀是王子，我也是王子，他是出家人，可我也是出家人，而且我還有8種神通呢，憑什麼就只能當個配角？提婆達多就決定找個靠山，然後另立門戶，也像佛陀一樣接受萬人敬仰。於是一顆嫉妒的種子就在心裡生根發芽。在當時的印度地區有個非常強大的國家叫摩揭陀國，國王叫頻婆娑羅王，也是佛陀忠誠的信徒。但是這老國王有個兒子叫阿舍氏，他是年輕氣盛啊，非常的有野心。這個王子就覺得他爹老了也太保守吧，只知道拜佛念經，而自己有渾身的力氣卻沒處使，所以整天也是愁眉苦臉的。提婆達多一琢磨，等這小王子登基成為國王，這靠山不就有了嗎？然後提婆達多就決定拉攏這個王子，但是他沒有像其他比丘那樣給王子講什麼大道理，他就覺得那樣太慢了。想要讓阿舍氏這種年輕人信服，就必須得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於是呢，他就決定施展自己的神通法術，震懾住阿舍氏王子。有一天，阿舍氏王子正坐在王舍城的宮殿裡發呆呢，突然一個小男孩就憑空出現，站在了他的膝蓋上。這個男孩全身纏滿了毒蛇，看起來就非常詭異。這阿舍氏王子也是嚇得一動不動。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時候，這個小孩突然開口說話了。他就說呀，王子呀，你別害怕，我是提婆達多。這話音剛落，小男孩就變化成提婆達多，站在了王子的面前。這年輕的阿舍氏王子看到這種場面，再對比老國王請來的那些只會念經的大師，眼前的這位簡直就像神仙一樣。從這一刻起，阿舍氏王子對提婆達多是言聽計從，就徹底成為了他的小迷弟。這有了王子的支持，提婆達多的地位可謂是一步登天，甚至每天給提婆達多送飯都要派出500輛馬車。這事兒呢，也就瞬間傳遍了王舍城的大街小巷。老百姓們看着王子都對這位大師畢恭畢敬，排場又是如此之大，就都覺着這個提婆達多肯定特別厲害，所以前來朝拜求法的人呢，也是络繹不絕。提婆達多也就從佛陀身邊的一名普通僧人搖身一變，成了受眾人敬仰的主角。但是隨着追隨他的人越來越多，他的野心也就变得越來越大。
等到了佛陀72歲的那年，提婆達多覺得時機成熟了，就決定在一次盛大的法會上當眾逼宮，取代佛陀的位置。這次法會不僅有成百上千的比丘，還有很多富豪和權貴。就在大家安靜地聽佛陀講法的時候，潛伏在信徒中的提婆達多就站了起來，他整理了一下袈裟，把右肩露出來，就表現得十分恭敬，然後就走到佛陀面前，双手合十行了個禮，說：世尊呀，您現在的年紀已經老了，這一輩子弘揚佛法也夠辛苦的，現在也應該退休享福了吧，您就別再操心這些瑣事了，這僧團就交給我，讓我來替您管理吧。這話一出，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那提婆達多打着為佛陀身體着想的旗號來奪權，如果佛陀拒絕，就顯得好像貪戀權位；如果佛陀答應呢，那可就正中下懷。可是佛陀只是看着他，淡淡的說了一句：夠了，提婆達多，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提婆達多看着佛陀這麼輕描淡寫的就拒絕了他，就繼續說：我可是為了您好啊，您真的老了，哪怕是為了僧團的未來，您也該讓位了吧。佛陀听他這麼說，就知道提婆達多已經被權力沖昏了頭腦。這時候說客氣話是沒用的，就必須得說點狠話才能讓他醒悟。然後佛陀就說，哪怕是像舍利弗和目犍連那樣智慧和神通都圓滿的大弟子，我都不會把僧團交給他們去領導，更何況是你這個吃唾沫的人。形容一個人是吃唾沫的，這在當時是非常侮辱人的詞語，意思就是說你像個乞丐一樣，靠着阿闍世王子的供養，靠着別人的殘羹剩飯過日子，你的榮華富貴都是用尊嚴換來的，竟然還想要領導神聖的僧團。提婆達多聽到佛陀這麼說，他氣的是全身發抖，這一瞬間羞愧、憤怒和仇恨的念頭就在心裡瘋狂的生長，他就暗暗發誓，總有一天要讓佛陀付出代價。等到第二天，佛陀叫來了他的大弟子舍利弗，然後讓他去王舍城裡發布一份正式的公告。這內容就是從今以後，提婆達多的一切言行舉止，不管是肉體上的還是口頭上的，都與佛陀無關，與佛法和僧團無關，他只能代表他自己。這份聲明發出去，就等於直接剝奪了提婆達多的合法性。他以後要是做出什麼壞事，那可不能讓我們僧團背鍋。就這樣，提婆達多算是顏面掃地，而他心裡最後的一點良知也消失了。既然做不成接班人，還被公開羞辱，那就徹底做個魔鬼吧。此時的他心裡清楚，要想搞定佛陀和僧團，光靠自己那點神通可是遠遠不夠的。他需要更大的權力，他需要軍隊，甚至需要整個國家的支持。於是他再一次找到了阿闍世王子，對他說：你那個老爹频婆娑羅王占着皇位不讓，難道你要等到頭髮都白了，牙齒掉光了才能當上國王嗎？到那時候你連享受權力的力氣都沒了呀。接着他就說出了他的計劃。王子呀，這人命無常，誰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呢？不如你殺了你爹自立為王，我殺了佛陀自立為佛，咱們兄弟倆一個掌管世俗，一個掌管宗教，這一切就是我們的了。這阿闍世王子也是被洗腦洗得很徹底，就真的就拿把匕首去刺殺親爹了。他爹雖然沒被刺死，但也把王位讓給他了。這段就是另一個故事了。總之，提婆達多的目的是達到了，他現在的靠山不再是太子，而是新的一國之君。這有了國王撐腰，提婆達多終於可以實施他的獵殺計劃。然後他就找來了皇家護衛隊裡的頂尖殺手，他給這位殺手規劃了一條行刺的路線，說佛陀會在那裡散步，還特別交代了他殺掉佛陀之後要原路返回，然後事成之後是重重有賞。他為什麼要強調原路返回呢？因為他根本就沒打算讓这個殺手活着回來。他的計劃是在這條路上埋伏第二組殺手，這第二組有2個人，等第一個殺手回來的時候，在路上就將他滅口，然後再用第3組殺手殺掉第2組、第4組，再殺掉第3組，最後是第5組，為了就是確保死無對證。可沒想到的是，這個計劃的第一步就失敗了。這第一個殺手拿着刀真的是殺氣騰騰的就衝着佛陀去了，結果他剛靠近佛陀就被佛陀巨大的威嚴和慈悲的氣場給震懾住了，他身體發抖，嘴巴也打顫，哐當的一聲，刀就掉在了地上。佛陀看到了殺手不但沒跑，反而給他講了一段法，就是這麼幾句話，殺手就痛哭流涕，當場就皈依了佛門。然後佛陀還對他說，你不要原路返回，那是條死路。而後面埋伏的幾組殺手等了半天也不見人來，就順着路找了過去，結果都遇見了佛陀。他們聽了佛陀講法後，也都成了佛陀的弟子。
這提婆達多精心設計的刺殺計劃是徹底的失敗了，就氣急敗壞的決定親自動手。後來有一天，佛陀正在靈鷲山下一處陰涼的地方散步，上面就是懸崖峭壁。提婆達多看到後就覺得這可是個好機會，就爬到了山頂，把一塊巨大的石頭給推了下去。巨石帶着雷鳴般的聲音就順着山坡往下滾，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就在眼看就要砸中佛陀的时候，这塊巨石就撞到了山坡上2个突出的石峰，這個巨石就瞬間碎開。雖然這巨石沒砸中佛陀，但崩裂出來的一塊碎片像子彈一樣擊中了佛陀的腳，鮮血也流了出來。這也造成了佛教歷史上著名的一刻，就是出佛身血，這也是非常嚴重的罪行之一。佛陀被碎石擊中後也沒有憤怒，他就抬頭看着山頂上瘋狂的提婆達多，平靜地說：“你這癡人，你造下了極重的惡業，你親手埋下了墜入地獄的惡因。”提婆達多在山頂上看着，只差一點就能殺死佛陀，是氣得直跺腳。而連續的2次失敗也讓他徹底喪失了理智。既然暗殺不行，偷襲也不行，那直接就來硬的吧。他把目光鎖定在了一頭叫那拉吉里的大象身上。這頭大象脾氣極其的暴躁，以前就踩死過人。提婆達多利用他和國王的關係，買通了這個馴象師，讓他把大象灌醉，然後在第二天佛陀進城乞食，走進最窄巷子裡的時候，就把這頭喝醉的大象放出來，踩死佛陀。到了第二天的早晨，佛陀就帶着一群比丘正安靜的在街上走着呢，突然遠處傳來了驚恐的尖叫聲，然後大地就開始震動，人們像瘋了一樣四處逃竄。這頭叫那拉吉里的大象被灌了整整16壇的烈酒，眼睛血紅的就衝了過來，還發出恐怖的吼叫聲。隨行的比丘們都嚇壞了，就大喊：“世尊，你快跑吧！這大象瘋了！”甚至想衝到佛陀前面，想用身體擋住大象，但佛陀卻說：“別怕，我的死不是靠暴力就能做到的。”就在大象衝到佛陀面前幾米遠的時候，居然停下來了，而佛陀只是站在原地，慈悲地看着這頭大象。大象血紅的眼睛慢慢恢復了明亮，高高揚起的鼻子垂了下來，剛才的那種暴怒也煙消雲散了。然後就慢慢的跪了下來，用他的長鼻子輕輕地擦掉佛陀腳上的塵土。這一下全城的百姓都沸騰了，他們讚嘆佛陀的慈悲，甚至有人當場就把身上的首飾扔下來供養佛陀。而在暗處觀察這一切的提婆達多呢，則是又輸了一次。可是他還是不死心，既然武力解決不了問題，那就來陰的。這次他就決定搞分裂，要從內部瓦解掉僧團。然後提婆達多找了幾個死黨，搞出了一套所謂的新規定，也就是著名的5法。第一，終身只能住在森林裡，誰敢住村子誰就有罪。第二，只能乞食，誰敢接受宴請誰就有罪。第三，只能穿撿來的破布，誰敢穿好的袈裟也是有罪。第四，終身只能在樹的下面睡覺，住在房子裡也有罪。第5，就是終身不能吃這個魚和肉。看過之前講阿姜曼那期節目的朋友們，是不是覺得這些規矩有些熟悉呢？您猜的沒錯，這就是佛教傳統裡的那個頭陀行，也就是苦行。其實頭陀行本身沒有問題，它也是一種非常高尚的修行方式。問題就在提婆達多想把這些自願的修行方式變成強制的戒律。佛陀一直教導的是中道，就是你願意住森林裡就可以住，要是需要住在房子裡也是沒問題的。你想過苦行的生活，那是你的選擇，但不能強迫所有人都這麼做。這修行講的是內心的清淨，而不是那種外在形式的攀比。可提婆達多知道老百姓大多不懂那些深奧的佛法，給他們定下這些強制性的規矩，反而會讓老百姓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修行，就是要比誰穿得更破，比誰過得更苦。所以他就是利用這種頭陀行的外在形式來實現他的政治目的。於是提婆達多又來到佛陀的法會上，當眾宣讀了他的5法。佛陀聽了就對弟子們說：“這5條戒律啊，你們誰願意就都去遵守，我不強求。”然後提婆達多接着就說：“你們看佛陀太奢侈了，他只貪圖享受，我才是真正的苦行者，我才是那個最純粹的修行人。”當時僧團裡有一些剛出家不久的年輕比丘，聽到提婆達多的這些話，就覺得挺有道理。那咱們修行不就是為了吃苦嗎？於是呢，提婆達多就帶着500多名懵懂的年輕比丘離開了佛陀的竹林精舍，他們就在附近的象頭山另立山頭。而佛教僧團也在歷史上有了第一次分裂。
在象頭山提婆達多坐在高高的法座上，模仿着佛陀的姿勢，給這500個年輕的比丘講法。他覺得自己終於是贏了，成為了新佛。而佛陀這邊，舍利弗和目犍連2大弟子看到幾百名比丘被帶走，也是跟着着急。佛陀就對他倆說：“你們去把那些被騙走的孩子們帶回來吧。”象頭山這邊，提婆達多正講法呢，就看到遠處走來2個人，仔細一看，這不是舍利弗和目犍連嗎？這可把他高興壞了，心想啊，佛陀那邊果然是不行了，連他的左右手都來投奔我了。而旁邊的軍師則說，這倆人詭計多端，別相信他們，千萬別讓他們進來。可這時候的提婆達多哪裡還聽得進去這些勸告，就說怕什麼，這來了就是客，趕快擺座迎接。要說這提婆達多也是上了年紀，講了一天的法，是腰酸背痛，他就模仿着佛陀做出吉祥臥的樣子，然後讓舍利弗替他講法。結果沒過幾分鐘，他還真就打起呼嚕睡着了。舍利弗和目犍連是四目相對就開始了勸返的行動。目犍連展示神通，舍利弗展示智慧，這也就是用了一頓飯的功夫，500多名年輕比丘是如夢初醒啊，有的人甚至當場就證得了阿羅漢果。然後舍利弗就說不想繼續被騙的，就跟我走吧。這話音剛落，500多名年輕的比丘就齊刷刷地站起來，悄無聲息地跟着2位尊者回到了竹林精舍。第二天一早，提婆達多的军師醒來一看，整個法場所有人都不見了，然後就跑過去跟提婆達多說：“你快醒醒吧，別睡了，舍利弗和目犍連把你的人全都給拐跑了，你現在什麼都沒有了。”提婆達多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看着空蕩蕩的法場，感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於是急火攻心，一口鮮血就從他嘴裡噴了出來，然後從此就一病不起。這一病就是9個多月。曾經那個試圖要取代佛陀、心氣兒高傲的提婆達多，現在卻只能躺在病床上。在生病的這段時間裡，他也終於意識到了自己是永遠也贏不了佛陀的。他對僅有的幾名弟子說：“帶我去見世尊吧。”弟子說：“您都這樣了，還去幹什麼？佛陀是不會見你的。”提婆達多卻說：“佛陀對我、對那頭風象，哪怕是對死刑犯，他的慈悲都是一樣的。我要去懺悔。”於是幾個弟子抬着奄奄一息的提婆達多去求見佛陀。在來到祇園精舍門口的時候，提婆達多看到了一個水池，就費力地撐起身體，說：“讓我下來，我要洗個臉，洗個腳，然後再去見佛陀。”他從擔架上下來，雙腳剛剛觸碰到地面，那地面就突然裂開了，裂縫中還噴出了烈火。提婆達多的身體也慢慢陷入裂縫中，他在火焰中掙扎喊叫。當火焰快要吞沒他脖子的時候，他說出了最後的一句話：“我把我的骨頭和生命獻給佛陀。”然後整個人徹底消失在裂縫中。緊接着就是一聲巨響，大地合攏。就這樣，佛陀的堂弟提婆達多墮入了無間地獄。他用盡一生去證明自己比佛陀強，最後卻以這種悲慘的方式結束自己的一生。而這一切的起因，僅僅是因為在心裡埋下了一顆嫉妒的種子。那麼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感謝您的收聽和收看，我們下次再見。